大婚前一日，太子妃凤冠送到侯府，冠冕加身，我却戴不进去。大小姐，这凤冠好像紧了些，戴不进去啊。我替姐姐试戴吧。哎呀，这凤冠可是特意送到慈云寺，由高僧诵经祈了福的。太子妃娘娘戴不上，这可是大凶之兆啊！明珠，看来这是天意，凤冠自己挑了主人，这太子妃只能是明玉了。但我也不能负你，若你愿意，便封作侧妃，明日一同嫁入东宫吧。如此也免得让旁人议论文玉的是非。明珠，都是亲生姐妹，你让一让妹妹亦无妨。她小时候连最喜欢的桂花糕都让给你了，如今怎能这般不懂事？就这样，太子妃从我变成了庶女，我成为了天下的笑柄。殿下放心，凤冠依照二小姐的尺寸改好，大小姐戴不进去，且她毒发身衰，命不久矣。做得好，一个将死之人不配占太子妃之位。太子妃如姑所愿，必是明玉无疑了。原来这是太子与庶妹联手设的一场局。我竟然重生了，回到了大婚前一日。这一次，我要让你们知道，娶了我的人才有资格做太子。既然你想要娶那庶女，我便成全你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心愿。太子驾到，请沈家大小姐试戴凤冠。还没出嫁，她倒是比我更像个新娘子。真好看啊，不愧是内造局出的精品，尽显太子妃尊贵。请沈大小姐试戴凤冠。这怎么戴不进去？姐姐，这凤冠怎么不适合你？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他们弄错了尺寸？不过没事儿，只是试戴，可能姐姐太紧张了。要不我帮姐姐试试？太子殿下，你看我戴凤冠好不好看？这凤冠可是送到慈云寺，由诵经祈了福的，太子妃戴不上可不吉利，这是大凶之兆啊！好大的胆子！这凤冠是内造局所制，你们礼部和内造局派人细量了尺寸，如今却打造出一顶不合适的凤冠。你们是故意破坏太子大婚，想让这大吉变得大凶？你们这是要打谁的脸？一顶凤冠打造了半年，我试戴了无数次，如今临到头了，你告诉我尺寸不合。李大人，不如你告诉我，这凤冠为何突然就不合适了？太子妃恕罪，下官实在不知啊！明明当初就是按着您的尺寸定做的呀！太子是储君，太子妃是未来的国母，如此尊贵的冠冕被人动了手脚，你身为礼部官员，竟然说不知道？你们内造局和礼部都是干什么吃的？若说明日大婚不能顺利进行，这泼天的罪责是算在你李大人头上，还是算在内造局头上？明珠，这不是什么大事，你何必如此大动干戈？是啊，姐姐，不过就是一顶凤冠，你何必这样为难下人呢？若是传了出去，让人说你这个太子妃气量狭小，岂不是坏了我们沈家女的名声？先前几次量尺寸试戴都合适，偏偏明日要大婚了，却出这种问题，这真是天意弄人。明珠，只怕这凤冠不合是上天的示意。我听老人说过，如今这凤冠戴在明玉不合适，在正合适。难道真正的太子妃该是明玉？要不明日就让明玉做太子妃出嫁。你放心，姑不会负你，姑会封你为侧妃，一同入东宫。沈家两姐妹一同入宫，也是一段佳话，旁人也不会议论明玉的是非。明珠，你是长姐，自当要姐妹相亲相爱。明玉是你的亲妹妹，事已至此，你让她又如何？你忘了，明玉以前连最喜欢的桂花糕都舍得让给你，你怎么就不能像她一样懂事？父亲，您拿一块桂花糕来和这太子妃的位子相提并论。真没想到，我的亲生父亲竟然能说出这种话。看来今日是摆明了要我点头，让明玉替嫁做太子妃。明日就要大婚了，太子殿下竟然要临阵换太子妃，这嫡庶尊卑完全乱了，让嫡女做侧，庶女做正，简直闻所未闻。殿下，我只是个庶女，真的可以做太子妃吗？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委屈姐姐了？
请恕明珠不能同意。父亲向来偏爱明玉，从他被抱入府的那一日起，他一个庶女过得比我这嫡女还要尊贵。过去这些年，您什么都要我让，我也都让了。如今您竟然连太子妃的位置也要我让给他，父亲，您是不是忘了？这太子妃圣旨上赐的可不是沈家的女儿，而是定国公外孙女的，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更不是你想给谁就能给谁的。明珠，这是大婚的事，关系到两家颜面，你不可如此任性，违了天意。违了天意，殿下，这到底是上天的示意，还是某些人的人为？恐怕还不知道。这凤冠1个月前就亲自试戴过，当时皇后娘娘身边的王嬷嬷在场，礼部的李大人在场，内造局的管事们也在场，大家亲眼目睹，尺寸分毫不差。如今凤冠的尺寸说变就变，这难道就是殿下口中所说的天意？李大人，我怀疑有人蓄意谋乱，破坏太子大婚，劳你即刻入宫启奏圣上与皇后，彻查是谁胆敢在凤冠上动手脚，连储君大婚都敢肆意破坏，幕后之人难保不会再有图谋，此事乃是滔天大罪。还有，这凤冠的东珠是太后的陪嫁之物，是亲赐的恩典，如今凤冠被动，禀明太后，看着东珠是否有损。李大人，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天大的祸端，你若不进宫报给皇上，这罪名你一个礼部官员担得起吗？还不快去！非要等我亲自去请圣裁吗？太子殿下救奴才！太子殿下救命啊！奴才是按您和沈二小姐的吩咐做的呀，否则奴才100个胆子也不敢拿凤冠做手脚啊！求太子妃饶命，奴才也是奉命行事，只是个听差的呀。够了！是我让他偷偷派人改了尺寸，竟然是太子，为了个庶女，竟然敢动内造局的东西，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明日便是大婚的正日子，竟在此时闹出这等丑事，这让沈大小姐今后还如何有脸面出嫁呀？父亲偏心也就罢了，如今连太子殿下也如此偏袒，这沈大小姐怕是没好日子过。要是这嫡女成了侧妃，庶女成了侧妃，这皇家历法岂不是形同虚设？传扬出去，怕是要成为全天下的笑柄，贻笑大方了。明日便是陛下钦定的大婚之期，太子殿下却命人将内造局御赐的太子妃凤冠私下改成了适合妹妹的尺寸。殿下难道不需要给我一个解释吗？明珠，你是沈家嫡长女，身份尊贵，你外祖父是定国公，你这一生荣华富贵尊崇地位哪一样不是唾手可得？就连太子妃也是父皇与母后亲自为你钦点，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这么做只是想明玉嫁入东宫过得容易些。她是庶女，从小被你欺负，她什么都不敢争。你身为她的嫡亲姐，自幼享尽尊荣，你能不能让她一次？她早已亲口向我承诺过，只要她戴上这凤冠当了太子妃，她答应过我，什么都不会跟你争。她心思单纯，她说过，仅仅只是想与我长相思传，相伴一生而已。姐姐，我与殿下是两情相悦的，我真的只想在他身边。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皇后娘娘不喜欢我，选秀名单都把庶女划掉，殿下为了我才出此下策，求姐姐成全我们吧。好一句成全你们！你们做出这样欺君之事，现在倒有脸叫我来做出这样的事，然后轻描淡写一句让我成全。太子身为储君，如此行事，让沈家颜面何存？明玉也是沈家女儿，你们谁是太子妃都是沈家荣光，沈家颜面何存？是吗？若知道沈家嫡女婚约在大婚前被庶女取而代之，议论的是沈家家风有问题，嫡庶不分，到时候沈家族中未出嫁的姐妹还如何议婚？姐姐，你听我说，我们一起嫁入太子府，到时候大家只知道沈家的女儿出嫁，反正盖着红盖头，谁知道轿子里坐的是谁？等发现，也不过议论2日，慢慢就忘了。你说对不对？成全你们，好啊！来人，将我献主朝服拿来，替我换上，我要进宫面见皇后娘娘。你们想凑成一对，我成全你们。不过，这太子的位置也该换别人坐。姐姐，你非要把事情闹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吗？大家都是沈家女儿，可太子妃什么不能是我啊？太子喜欢的人是我，他要我做太子妃，到底有什么错？太子想选谁做太子妃，我没兴趣管。但是，你们不该用这种下作计谋来毁我的名声，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还指望我吞声忍气？既然太子想换人，那就光明正大，到皇上面前说个明白。我沈明珠今日就是不做这太子妃，也要皇上当众下旨，我要清清白白的做人，绝不受这份冤枉气。姐妹同嫁，同为嫔妃，明玉只要虚名，东宫归你，这样够了吧？
你既然心爱他，为何不敢光明正大迎娶？我成全你。太子殿下，等会儿希望你能当着皇后娘娘的面，把这话再说一次。臣女沈明珠求见皇上、皇后娘娘。太子为沈家庶女沈明玉偷改太子妃凤冠，并要臣女以侧妃之礼入门，要狸猫换太子，完成大婚。太子身为储君，却做出如此欺君罔上之事，臣女恳求皇上、皇后娘娘为臣女做主，取消臣女与太子的婚约。荒唐，简直是无法无天！宣沈明珠进殿。明珠，你方才所言句句属实，那聂花当真改了凤冠尺寸？臣女句句属实，若非亲眼所见，也不愿相信大婚前夕竟会如此。去，把太子和那个沈明玉给本宫立刻宣进宫来。本宫就在这凤仪殿守着，倒要亲眼看看当朝太子到底在干什么。好啊，好得很。来人，把那凤冠给本宫摘下来！沈明玉，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卑微的庶女，也配戴这顶送到慈云寺齐过府的太子妃凤冠？皇后娘娘明鉴，明玉只是心悦太子，想长长久久侍奉在殿下身边而已，何错之有？儿臣不愿意娶姐姐，儿臣是储君，难道连娶心爱女子的自由都没有吗？难道因为明玉是庶女，就注定要被践踏真心吗？殿下若不爱姐姐，强行婚配才是悲剧。沈明玉，你画板子看多了吗？真以为这一出情深意重顶撞皇后的戏码，能换来皇后的欣赏吗？在这皇权之下，情爱才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放肆！你算什么东西？竟在凤仪殿如此叫嚣，甚至敢直视皇后娘娘说话！哼！以下犯上，目无尊卑，大不敬。掌嘴10下，让他清醒清醒。母后，明玉只是实话实说，你何必如此狠心？儿臣喜欢明玉，想娶她为妃，这到底有什么错？您为什么一定要反对？一定要逼我娶沈明珠那个女人？您看看沈明珠，沈家嫡女，平日仗着身份苛待庶妹，言行举止规矩的简直像个木头人。儿臣对着这块木头10几年，从未喜欢过她。若非要我娶她，她也只能在这东宫做个侧妃，那是儿臣最后的底线。侧妃？你把定国公的外孙女，皇上亲赐的太子妃贬为侧妃，袁林，你是疯了吗？父皇母后平日教导儿臣，为君者要有决断和魄力。如今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婚事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你们为何不准？若连自己的王妃都不能选，事事都要被你们决定，儿臣以后还谈什么治国？何时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明君？明君？为了个玩弄心机的庶女，做出欺君罔上的丑事，你居然还敢跟本宫谈什么明君？简直是倒反天罡，强词夺理！所以事到如今，你即便违抗圣命，丢弃尊严，也一定要娶这个沈明玉为太子妃。是，母后，儿臣心意已决，儿臣要娶沈明玉为太子妃。明珠，这门婚事本是本宫看在定国公的情面上亲口定下的，你受了委屈，本宫自会为你做主。臣女沈明珠恳请皇后娘娘取消我与太子的婚约。既然太子殿下觉得臣女是木头，觉得这份圣旨是枷锁，那臣女便斗胆请娘娘成全太子殿下与二妹妹这番两情相悦的苦心。皇上驾到！朕在宫外便听说，凤仪殿今日热闹得很。太子，你要取消与沈家嫡女的婚约？皇上，岂止是取消婚约，咱们这位好太子为了让沈二小姐坐上正妃之位，胆大包天到让内造局偷改了凤冠的尺寸。明日若非明珠警觉，大婚之日便要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欺君好戏了。皇上，老臣戎马一生，唯一的外孙女竟在京城在天子脚下受此奇耻大辱。若是沈家嫡女不配做太子妃，老臣今日便带她回去。定国公府虽老，却也容得下自家的女儿。元陵，朕最后问你一次，凤冠之事是你所为，你当真要做此决定，且今后绝不后悔？是，儿臣做此决定，绝不后悔。
好，有胆量。传旨，太子元启与沈家嫡女沈明珠婚约即刻取消。从今往后，沈明珠与太子再无半点瓜葛，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殿下，咱们终于如愿了。从今往后，这碍眼的木头总算不能再横在你我之间。皇上，老臣这孙女虽与太子无缘，却也是老臣捧在手心里的心头肉。如今婚约已废，老臣斗胆想为她另求一门亲事。外祖父，珠儿莫怕，这门亲事是外祖公亲自为你长眼挑选的，定是这世间1等1的男儿。若他今后敢对你不好，哪怕是拼了这副老骨头，外祖父也定会为你做主。哈哈哈！好，定国公说的对，是朕先前指婚当也有人选。快说，只要他人品端正，朕今日便在这凤仪殿亲自为他指婚，保他风光大嫁。被姑退了婚的子承尧，配到什么好人家？老臣看晋王殿下行好，求皇上赐婚，将明珠指婚给晋王，为晋王正妃。父皇，儿臣归京第一件事，便是带着众礼去了定国公府求亲，以求得国公爷首肯。竟有此事！是定国公心急，抢在儿臣前面说了出来。儿臣心慕沈小姐已久，今日特来请旨，求父皇母后成全。好一个指王妃一人！明珠，你瞧瞧，晋王乃是马背上的武将，英勇骁战，那是实打实的军功。更难得的是他仁心爱民，又不似旁人那样耽于儿女情长，断然不会搞什么妻妾成群。安杂氏实为你的良配呀！他以前便有意求娶，只是当时你这孩子被先一步赐婚给了太子，这才错过了良缘。如今正好，反正那老杨子的婚约取消了，你总比在那睁大眼睛重新选个好的。外祖父，大殿之上，莫要让皇上和娘娘见笑了，一切任凭外祖父做主，明珠听外父的。好一个重新选个好的！远景这孩子也确实老大不小了，平日催他婚事总拿军务推错，没想竟是在这儿等着朕呢。远景能得良妻，朕实在高兴。传朕旨意，马上拟旨给晋王与沈明珠赐婚，则即日大婚，礼制从优。站住！晋王，你放肆！沈明珠是姑的侧妃，即便方才皇上取消了她正妃的婚约，可姑亲口说过要封她为侧妃入门。只要姑没点头，她沈明珠生是东宫的人，死是东宫的鬼。父皇，儿臣封她做侧妃的话一说出口，这天下人都听见了。你怎么敢？你怎么有胆子在这凤仪殿请旨赐婚，抢夺你皇兄的女人？你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太子殿下，方才皇上的旨意你没听清，你与沈家大小姐的婚约已然取消，那是你亲口求的。我也清楚的听沈小姐说了，她绝对不会入东宫做你。既然她与你已再无半点婚约瓜葛，我身为大周亲王，求取心意之日有何不可？你这是趁虚而入，她是姑分分上的名分。沈家妇女，你刚才可是死活要娶进门做正妃的。太子，你当真想两姐妹同时嫁入东宫？天下士子，你将定国公府的嫡女贬为侧妃，却抬举一个身份卑的庶女做正妃，你就不怕言官明日便在金銮殿上弹劾你举止无妥，德不配位？好了，远景说的有理。太子，既然你选择了沈二小姐，便该安分守己。这亲事朕准了，退旨下去，礼部即刻准备晋王大婚。恭喜皇上！走，我们回府。你听说了吗？大小姐进了一趟宫，这太子妃的位置竟然变了。何止是变了，大小姐现在是晋王妃了，那可是皇后娘娘的嫡子晋王殿下，出身可不比太子差。因太子婚约取消仓促，恐流言扰乱国本，特旨太子大婚之礼需低调处理，不得大肆操办，以全皇家谦逊之德。钦此。低调处理，公公，这可是太子大婚，怎么能低调？二小姐，这是皇上的意思，也是皇后的意思。你瞧见没？圣旨上写着不得大肆操办，这不明摆着说皇后娘娘根本不喜欢这位二小姐吗？可不是嘛，这会儿大门外一个来贺喜的人都没有，平时那些巴结咱们府里的贵人一个比一个精，瞧见这种圣旨，谁还敢来添砖？传皇后娘娘懿旨，册封定国公外孙女沈明珠为晋王正妃。站住！这明明是太子妃规格的凤冠，礼部是不是弄错了？怎么能把太子妃的凤冠给你一个王妃戴？你承认了，这是我的凤冠，李大人，你还不快把它拿回来！回禀晋王妃，二小姐怕是误会了，这顶凤冠是皇后娘娘亲自下旨，命内造局连夜重新更改尺寸，加固东珠打造而成的。重新打造，这不可能！
皇后娘娘交诞时说的清清楚楚，这顶凤冠是赐给定国公的外孙女沈明珠出嫁所用。娘娘还说了，不管沈明珠是太子妃还是晋王妃，这凤冠都只能戴在她的头上。妹妹，这凤冠戴在头上虽然沉了些，但名分这种东西，终究还是重一些好。你说呢？李大人，你好大的胆子！这凤冠制式乃是太后册封为后室所用，东珠更是从太后冠冕上取下来的。如此御准之物，按例只能由未来的皇后佩戴。如今竟然赐给区区一个晋王妃，这是乱了纲常！你们礼部难道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太子殿下息怒，规矩是死的，圣心是活的。下官岂能不明白这凤冠的尊贵？但这顶凤冠是皇上与皇后娘娘亲口赏下的，皇上金口玉言，这叫皇家给老臣的体面，更是给晋王妃的颜面。皇上既然说了不越规，那天下间谁还敢说个不字？这凤冠真漂亮，从未见过这么圆润的东珠。这可是太后婚后时的制式，对你可真是一等一的宠爱。我听父亲说，这是定国公亲自进宫求来的恩典，这才是嫡出的底气。外祖疼，皇室也看重。那是自然，明珠是定国公的亲外孙，身份尊贵，不像某些人以为飞上枝头就能变凤凰。庶女想跟嫡女攀比，简直是自取其辱。外祖父的恩典，明珠自然铭记在心。李大人，替我谢过皇上和娘娘。沈明居，我要让你明白，不管我是什么身份出嫁，这凤冠这尊荣都只能是我的。你偷走的不过是一场空欢喜。姐姐，你是故意的，对不对？你就是诚心想看我出丑。明明这凤冠是之前定给太子妃出嫁时戴的，她原本该是我的，你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的把她抢走？妹妹，这凤冠是御赐之物，这抢字你是想说皇上不公，还是想说娘娘偏私？我们都是沈家，问问你，你带着偷改尺寸的凤冠时，可曾想过对我苦苦相逼？明珠，你够了！你有定国公府撑腰，有母后偏爱，何必咄咄逼人？明玉，别哭了，你放心，等姑进宫去求父皇，因为你讨一份不输于此的恩典，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王嬷嬷，姑问你，母后难道只给晋王府准备了赏赐吗？明玉好歹是母后的儿媳，是未来的太子妃。太子殿下，您这话可把老奴问住了。皇后今言来，那娘娘以未来婆母的私人身份给的，可不是以当朝皇后的身份下的旨。哎呦，听见没？皇后娘娘这是认定了晋王妃才是自家人，怕是还没未进门就失了心。人家是婆媳情深，太子要赏赐，也不看看自己娶的是谁。不过呀，太子殿下也莫要心急，您的生母惠嫔娘娘也快知道您马上要大婚子的消息了。既是太子妃进门，娘娘想必也私下给儿媳妇准备了不少宝贝，只是老奴在凤仪殿就不知嫔娘娘那里的动向了。殿下，嬷嬷说的是，婆母疼儿媳是情分，您若觉得二妹妹委屈，大可去惠嫔娘娘宫里多尽尽孝，想必赏赐自然是少不了的。太子殿下，这凤冠和赏赐都是母后亲口定下，为我与明珠大婚准备的。你若当真觉得不高兴，大可现在就进宫去求你的生母惠嫔娘娘，让她也赏些宝贝给你的太子妃。哎呦，晋王殿下这话可真是半点面子没给。谁不知道啊？当年太子之所以能被立为太子，那是沾了年长的光。那时叛军围城，皇上出征在外，晋王他们还小，为了稳住大局，才选了他。对啊，论出身，他生母惠嫔不过是个末流小妃，哪里比得上晋王是皇后嫡子？皇上原本赐婚定国公外孙女，就是想拉拢军方，护着他这太子位，谁成想他自己作死，把这天大的助力亲手送给了晋王。好得很，你们一个个都欺负到骨头上来了。我这就进宫去问母后，一国之母理应母仪天下，岂能如此厚此薄彼，公然不公？玉儿啊，你快别哭了，你现在好歹是圣旨册封的太子妃，等进了东宫，太子妃哪有大婚不让操办的太子妃？哪连婆母赏赐都没有的太子妃？沈明珠那个贱人，她凭什么能戴太后的凤冠？凭什么？二小姐从晌午哭到现在了，饭也不吃，谁劝都不行。换了是你，听婚纱前被嫡姐去宫里求情，也被皇上训斥了，这门亲事瞧着悬喽。明珠，还没歇着呢。父亲深夜大驾光临，明珠哪敢先睡？明珠，为父是想来同你谈谈。你妹妹如今虽然位至太子妃，可今日圣旨你也听到了，皇上要求大婚低调。她今后进了东宫，若是没点像样的身价，日子怕是不好过。她往后当了皇后，自然也会护着你这个长姐。你们姐妹一体，总要相互扶持才是。父亲有话不如直说，这些虚礼客套，听着怪累的。为父想了一下，你母亲当初过世留下的嫁妆足有108强，那是官府备过账的巨产。如今晋王府和皇后娘娘又给了你诸多赏赐，你一个人哪里用得完？不如你把你母亲的嫁妆匀出一半给明玉，
这样她出嫁时面子上也好看些。你想想，她若是丢了脸，你这个当姐姐的面子就能过得去吗？父亲，你也知道这些嫁妆是在官府备了案的，在大周律法里，生母的嫁妆那是铁定要留给自己亲生骨肉的。怎么，柳姨娘不是还好好活着吗？她还没死呢，父亲就要急着帮她女儿抢别人王母的嫁妆了？姐姐，你就算不愿给，又何苦这样折辱我？她本就命苦，她不像姐姐的母亲生在高门世家，自小金尊玉贵。姨娘这辈子活得卑微，我已经够心疼她了。姐姐，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羞辱她，羞辱我的出身？沈明珠，你放肆！你给我住嘴！你母亲既然嫁进了沈家，那就是明玉的嫡母，嫡母的资产留给家里的女儿1分为2，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更是理所应当。沈明珠，你身为女儿，竟敢忤逆你的亲生父亲，谁给你的胆子？明玉明天就是正式册封的太子妃了，你得罪未来的皇后，是想让沈家满门受罪吗？父亲，您这如意算盘打得虽响，却漏算了一件事，这单子上的东西，我外祖父定国公手里也有一份。明目成色金亮，他老人家心里可是一清二楚。您若是非要分给明玉一半，明珠也不敢不从，只是劳烦父亲亲自去定国公府走一趟。只要外祖父点个头，我立马开库房分账。您怎么不说话了？你也知道外祖父那脾气，若是让他老人家知道他亲生女儿留给嫡亲外孙女的嫁妆被人强行分给了庶女，您猜他会不会拎着拐杖闹得人尽皆知，让全京城都看看沈家的家风？既然父亲没什么要说的了，明珠乏了，请便。父亲，您听见他说的了吗？他根本不把我这个太子妃放在眼里。我若没有大笔的嫁妆跟着进东宫，那些眼高于顶的宫人们，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我本就是以淑女身份当上这个太子妃的，京城那些贵女早就躲在背后笑话我了。要是再没有一份像样的嫁妆撑妹面，我以后在东宫该怎么活啊？父亲，你倒是说话呀！瞧瞧，二小姐哭得这么惨，说白了还是想抢大小姐的东西。抢不着就哭呗，老爷也就赶在咱们大小姐面前嚎。一提到定国公，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走吧，这沈府的天早就变了。去把那几尊玉观音，还有那箱南柱，统统搬出来！老爷，那是您留着走门路的，若是都给了二小姐，闭嘴！明玉明天就要入东宫了，若是连几十台嫁妆都凑不齐，我沈淑渊的脸还要不要了？赶紧去凑，勉强也要凑出几十台来。吉时已到，请新娘子出阁。起轿。快看啊，这太子成婚怎么这么寒酸？迎亲的人还没一般公侯家的多呢。明珠，我来接你。皇上特意下了圣旨，不许大肆操办，这就是给太子的牌落。瞧瞧晋王府这派头，晋王殿下可是皇后嫡子，又是立过战功的，这红绸铺了一街，这才是真的风光大嫁呀！那可不，晋王妃是定国公的外孙女，那是定国公府的掌上明珠。听说皇后娘娘私下就赏了几十条嫁妆，再加上她娘留下的，这嫁妆得有100多条吧？真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啊！万千宠爱于一身啊！沈明珠，你别得意太早，就算你风光又如何？我才是太子妃，将来我才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元义沈明玉，你们要的太子妃位我给你们，但我沈明珠要的可不仅仅是眼前的风光。这可是太子的婚，来参礼的宾客竟然连一半都不到。你没听说吗？朝中那些老狐狸下午全往晋王府钻了，毕竟那边才是皇后嫡子，又是刚立了大功的。皇上下旨这头要低调，谁敢顶风做事？殿下，你瞧瞧这外面哪里有个大婚的样子，连那些拜高踩低的宾客都能看出来，皇后娘娘真是如此偏心，她摆明了是在当众打你这太子的脸面啊！哼，姑岂能不知？今日朝堂上那些言官看姑的眼神，都透着一股轻蔑。如今晋王回京，战功显赫，又娶了我那嫡亲姐姐，姐姐身后可是整个定国公府。殿下，他们两人强强联手，难保不会生出异心。定国公手里的兵权，那就是悬在咱们头上的刀啊！你是说，他们想夺姑的位置？不得不防啊！姐姐向来是个心气高的，如今有了战神王爷撑腰，她眼里哪里还有殿下您？若不趁早除掉，等晋王根基稳固，这天下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吗？放心，这太子之位只能是姑的，姑绝不会让袁景有出头之日。姑早有计划，边关动向尽在姑掌控之中，到时候姑必会设下死局，让袁景有去无回，死在那荒烟蔓草之地。殿下英明，那姐姐她……沈明珠以为嫁了袁景成了晋王妃，便能万事无忧、高枕无忧了。等袁景一死，她在这京城便没了依靠。到时候，姑要让她跪在东宫门外，哭着求姑抬她入府做个贱妾。王妃，这是咱们的人从东宫传出来的，太子和沈二小姐正商量着怎么让殿下在边关意外身亡。沈明玉还是这般不安分。太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蠢，这种上不得台阶的阴谋，他倒是信手拈来。
殿下，不可轻敌，他毕竟是太子。他好大喜功，却一无所长。我在京城的人马早已查到，他与南楚的将领私下里有所勾结。你说什么？南楚？之前我在边关几次险些战败，都是一军中情报人提前透露的。那个里通外国出卖将领性命的人，就是咱们这位大周的太子殿下。他疯了吗？他是一国储君，未来的天下之主。在他眼里，大周的根基远没有他的太子之位重要。他一直怕我战功和威胁到他，所以这些年在背后给我使了不少绊子。如此心胸狭窄、不顾百姓死活之人，怎么可能做得稳这江山，做得了一个明君？那外祖父那边，我与你外祖父定国公早已做好了万全的防备。若他真敢卖国求荣，那这个太子的位置，他也算做到头了。边关急报，敌国来犯，雁门关守将请求支援。殿下，保重。明珠，等我走后，京城必有流言。不管你听到什么消息，哪怕是传我战死的消息，都千万别相信。我答应你，我会平平安安的回来。渊景，我等着你凯旋，亲手揭穿那2个人的面具。哟，姐姐还瞧着呢，日头这般灼人，小心晒坏了身。姐姐，我当初就劝你早些应了殿下嫁入东宫做个侧妃，你偏不听。如今倒好，嫁给靖王是风光，可这沙场之上刀剑无影，他这一去，若是个不小心，姐姐你呀，可就要做全京城最年轻的寡妇了。你敢打我！太子妃慎言，这万千将士整装奔赴边疆，是为了守疆卫土，护住这满城百姓，他们用命在拼。你身为储君之妃，竟然敢公然诅咒主帅，动摇出征军心！沈明珠，我是太子妃，来人，把这大不敬的疯女人给我拿下！我看谁敢动！沈明玉，你既然知道自己是太子妃，就该做太子妃该做的事，而不是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说这种让将士寒心的混账话。你可知他们身后有多少妻儿老母在盼着亲人平安而归？你以为你只是在咒晋王？你诅咒的是这万千将士的性命。我打你，是替万千将士的妻儿不知我能教训你。今日在场任何一位将士亲人，听见你这恶毒诅咒，都不会容你。你信不信我禀报太子？闭嘴！今日是大军出征之日，这般紧要关头，你竟敢胡言乱语，想让孤背盐关的唾沫淹没吗？殿下，是他先动手打我的，你看我的脸。够了，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太子妃今日身子不适，被烈日熏得神志昏困，都愣着做什么？速速送太子妃回府休养。殿下，荒唐，简直是荒唐！皇上息怒，这言官和武将们的折子，满朝文武半数都在弹劾太子和太子妃，说楚妃毫无仁爱之心，在大军出征之际诅咒将士，寒了万千将士家属的心。太子妃举止无错，太子不能修身齐家，连内宅都管教不好，何以治国平天下？请皇上严惩。传朕旨意，不，传皇后懿旨，让沈明玉给朕在东宫禁足。报！边关急报！晋王殿下中伏战败，在战场上失踪了。失踪了？那不就是死在乱军之中了？哎呀，姐姐，你要节哀啊！沙场无情，晋王殿下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母后，明珠，孤刚收到消息，晋王为国捐躯，实乃国之哀事。王妃放心，晋王是孤的亲兄弟，孤定会亲自上奏父皇，安排后葬，绝不会让晋王府失了体面。你就安心等着结果吧。明珠，传太医，快传太医！明珠，你可算醒了。方才太医来瞧过了，你万不可再如此大狱，伤了身子。母后，远景他，明珠，景儿在边关生死未卜，可你如今有了她的骨肉，为了景儿，为了这个孩子，一定要好好的将她生下来，这是景儿留下的唯一血脉了。儿臣此刻相信，儿臣不会倒下的。如今只是找不到踪影，没有死讯便是有希望。我信他，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平安回来。哎呦，里头吵翻了。太子殿下正请旨要接管晋王的10万虎灵军呢，说是要亲自领兵出征，给晋王报仇。武将们哪里肯依？那是晋王的亲信部队，太子这摆明了是想趁火打劫啊！明珠，我早就跟你说过，远景护不住你，就算费尽心机嫁给了他，最后还不是落得个守活寡的下场。太子殿下，
如今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你不思如何御敌，却在这宫墙之内堵截地袭，当真有楚军风范。地袭很快就不是了，远景回不来了，那是个必死之局。我说过，你只会是我的人。远景既然死了，你肚子里那个余孽就没必要留着了，只需乖乖喝下落胎药，等姑领兵归来立了大功，便迎你做姑的太子侧妃，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胡说！我相信远景没死，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的。明珠，别再等了，姑实话告诉你，远景他不可能回来了。他在落马坡的山谷里遭到了敌军伏击，姑亲眼见过的地形，那里地势险要，进出只有一条路，如今被万箭齐发，绝无人能生还。落马坡伏击，那是军中最高级别的布防机密。殿下，你常年居于京城，怎会对万里之外的伏击地点知道得如此清楚？难道还是你将边关布防图私下交给了敌军？还有那数万名守卫边疆的将士，为了争储你竟置那么多无辜性命如草芥，就为了你那一己之私？那又如何？他远景仗着自己是皇后嫡子的身份，仗着那点军功，处处在朝堂上打压姑。他想抢姑的太子之位，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明珠，只要你听话，乖乖把那落胎药喝了，等姑领兵归来坐稳了位置，便迎你做姑的太子侧妃。姑以后会好好待你，让你再生下子嗣。等姑登基做了皇上，你便是朕唯一的贵妃。明珠，你是个聪明人，乖乖听话。太子殿下，边关大捷的消息，你听了是不是很失望？夫君，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父皇，众位大人明鉴，是太子里通外国，为了害死殿下，他不惜出卖军情，是他出卖了你们，出卖了万千将士。通敌卖国！你身为储君，竟然通敌卖国！来人，把这逆子给我拿下，打入天牢！父皇，儿臣那是胡说的，儿臣只是为了吓唬明珠，想让他顺从儿臣才随口编的，儿臣绝没有出卖大周啊！吓唬！太子殿下，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从敌军首领营帐中亲手缴获的。除了这些通敌书信，还有你亲自签发的布防图。你害死的每一个将士，冤魂都在这上面看着你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园林居心叵测，里通外国，残害忠良，现废除其太子之位，收回印笥，即刻囚于冷宫，终生不得赦免。其妃沈明玉同流合污，一并囚于冷宫，非死不得出。沈明珠，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在这儿。只要你救我，我什么都听你的。救你？你还想求那个女人救你？沈明玉，孤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因为你这个丧门星。既然要死，你就陪姑一起死吧。殿下已经整整站了2个时辰了，这地砖怕是都要被磨平了。谁说不是呢？定国公爷那茶都换了3回了，一滴没喝，光顾着锄地了。静儿，母后，明珠她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这都进去2个时辰了，我心急如焚。当朝太子，爬门缝成什么体统？坐下。太子殿下，使不得，殿下请止步。小皇孙刚见光，得先净身包裹严实了，才能抱出来给您看。明珠，辛苦你了。这孩子还没睁眼，力气倒是不小。你看他这不服输的样子，拳头攥得这么紧。明珠，这孩子像你。明明像你多些，你瞧这眉毛，小小年纪就微微挑着，跟你皱眉时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像谁都好，只要像你这般聪慧平安便足矣。快让老夫瞧瞧。好，骨相清奇，天庭饱满，瞧这攥拳的劲头，将来定是个能扛事儿、能统兵的好儿郎。老夫这定国公府的担子，总算后继有人了。去凤仪殿把本宫那套压箱斗的赤金长命锁取来。是娘娘。本宫要亲自给咱们的大皇祖戴上。皇上驾到！哈哈哈哈哈！好好，这孩子不怕朕，竟敢抓朕的龙袍，这胆识不愧是我皇家嫡孙。朕今日给他取个名袁弘，朕希望这孩子将来能撑起比朕、比你父王更广阔的一片天。谢父皇赐名，袁弘定不负父皇厚望。殿下被册立为太子以来，皇上就频繁来东宫看太子，这哪是来看太子的？你瞧皇上的眼神，分明是冲着皇长孙来的。皇上驾到！把孩子抱过来给朕瞧瞧。哎呦，皇长孙，这可使不得！
哈哈哈哈！好胆色，这小家伙竟敢对朕动手！朕今日有旨要宣。 皇长孙元宏聪慧端方，仪容贵重，着即日起册封为皇太孙。臣妾叩谢父皇隆恩。儿臣叩谢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静儿，你知道朕为什么给他取名为宏吗？儿臣愚钝，请父皇明示。宏者大也，广也，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没能做成，朕希望这孩子将来能够代替朕把它做成。 臣死罪，皇上龙体衰竭，臣实在无力回天啊！殿下，太子妃带着太孙来了。景哥，你歇一会儿吧，这是我亲手熬的药膳，趁热给父皇送去。父皇今儿个又只喝了2口。明珠，把元宏带远些，朕这病气别过了孩子。元宏，你要记住皇祖父今天说的话，以后要听父王母妃的话。父王，这让儿臣在，您吩咐。是扶丧。扶丧，父皇终究还是放不下那里。朕当年太急了。 朕总以为国力尚可一搏，却不知根基未稳，粮草断绝，那是朕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朕想在有生之年把它拿回来，朕想在那块土地上祭告先祖，可朕等不到。父皇，儿臣明白，儿臣都明白。扶丧！ 皇上驾崩了！景哥，父皇他走了。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万万岁！李成贵，陛下，不可呀！先帝当年倾全国之力，终究是败了。 如今国库尚未奉迎，此时动兵恐伤国本呐！先帝当年败了，是因为时机不对，根基不稳。朕不会重蹈覆辙，朕要花15年。头5年，朕要休养生息，减免赋税，开垦荒地；第二个5年，朕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国力商贸。老臣复议，先帝未竟之志，就是大周未竟之辱。陛下既然有此吞吐山河之志， 老臣这把老骨头，哪怕是拼散了架，也定会为您撑着。母后，父皇刚才一直在说扶桑，扶桑到底是什么？是个好吃的果子吗？扶桑啊，本来那里是我们家的一部分，后来不小心走丢了。你父皇现在就是要把那个走丢的家找回来。告诉内务府，本宫这一季的工分缩减30%，节省下来的银两全部拨入西北修筑水利的专款。是定国公府引荐的几位泰斗，官学之策重在人才，绝不可马虎。 修养够了，家底也攒够了，这最后的5年，该动手了。咱们大周的陆军天下无敌，可海上的本事还差得远。传令下去，继续操练。谁要是晕船吐了，就把早饭给老夫咽回去。父皇，这船竟比儿臣起卧还要高大，坐在上面是不是能横跨东海，直抵扶桑？哈哈哈哈！红儿，这只是第1批，以后朕要造1000艘、10000艘。 让大周的龙旗插遍4海。元景，当年先帝也是带着100万雄师，也是这般意气风发。可他急了，风暴不讲人情，大海不讲军功。你比先帝有耐心，但这海上的仗，终究和陆地上不一样。朕明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扶桑选海外，先帝遗愿未尽，朕意已决，即日起御驾亲征。 陛下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元昊，父皇这一去，不仅是为先帝圆梦，更是为大周开万世太平。父皇不在的时候，你替父皇看好这个家。儿臣一定办到。儿臣在大周等父皇凯旋。我和袁弘
在京城等你回来。大军出发！陛下，皇后娘娘一直在。退下！明珠，我跟父皇一样，输了。你跟先帝不一样，先帝当年败了一次，便再也不敢提起扶桑二字，那是被打破了胆气。可你不同，你虽然败了一次，但你活着回来了。只要人还活着，就还没输透。活着回来的人，才有机会重整旗鼓，再打回去。更何况你还有袁弘。娘娘，陛下自从那次东征回来，话是越来越少了，每日里除了朝政，竟连休息也顾不得。他哪里是话少了，他是个还没咽干净，他在等一个能把这口气彻底吐出来的机会。太子袁弘，朕命你为江南巡按御史，代朕巡校江南。殿下，前面就是大周最大的通商口岸了，咱们跑了一上午，进这儿歇歇脚也好。顺便看看这口岸的税收流向。这位公子，瞧这面生啊，是打北边来做海上生意的，还是来寻游玩的？来看看。老人家，这港口瞧着热闹，这几年跑扶桑海路的人可多。公子是个明白人，如今朝廷虽不禁止，可海战之后，大家心里都打鼓。不过，这是早年间一个小老儿从一个偷渡回来的疯商人手里收的，那商人死在路上了。这图小老儿一直藏着，没敢拿出来见官。这图到底从哪儿来的？哦不，小公子，小人不瞒您，这些年小人为了养家，一直在偷偷跑扶桑的思路，那边的真实情况跟朝廷兵部想的那可是大不一样啊。说那扶桑岛上乱得跟锅粥似的，不光有前朝那些东渡过去的所谓贵人，还有一直住在岛上的原住民。那些前朝人仗着兵马强赚，抢了平原肥沃的好地，把原住民全赶进了深山老林。两拨人对峙了足足几十年，本土民众早已对救王时积怨深重，长久承受重压，日子难以为继。可救王族众人呢？自身派系纷争不断，各方势力为争夺权位持续对峙。说句不好听的，底层民众的处境根本无人放在心上。太子殿下竟然在这个时候赶回来了，看那风尘仆仆的样子，想必是有惊天的大事。父皇，儿臣袁弘巡视江南归来，有要事奏请。父皇，儿臣在江南巡视期间，亲临通商口店，获此扶桑详信舆图。此图之精，远超我朝兵部所图。弘儿，这是你从何处得来的？父皇，据儿臣详查，扶桑内部早已是千疮百孔，前朝移民与当地原住民积怨数十年，双方为了争夺肥沃土地，在深山老林里打了不知多少场厮诈。再加上前朝皇室为了争权夺利，内部派系林立，各州县民日益凋敝。父皇，扶桑之患其兵强，而在其内乱。前朝皇室将扶桑生民视作奴隶，扶桑人则恨不得将前朝皇室碎尸万段。若我军此时发兵，大可不必像从前那样硬攻，我们只需借力打力。说得好，太子殿下，不用像陛下当年那样集结100万雄师正面强攻。当年父皇御驾亲征，以堂堂之师正面压境威也。那可扶桑地势鬼鬼，山林遍布，我大周锐族长于平原冲杀，却短于在怪石密林间沾血。儿臣的意思是，不正面硬攻，我们要先派暗子潜入，从内部瓦解他们的盟约，让那些原住林为我所用。弘儿，说出这番话，你是想亲自领兵？扶桑师负担的疑兵，也是恳请父皇的遗憾。儿臣愿领新兵，为我大周收复扶桑，彻底平定东海之患。领兵东征，你可知道，一旦失败，你面对的是什么？儿臣唯有一死，以谢皇恩，绝不重蹈覆辙。这一幕何其相似！当年朕跪在先帝面前求取明珠时，也是这般万死不辞。这孩子，终究是比朕当年更有担当。准。陛下圣明，太子殿下英武，万岁万岁万万岁！袁弘那孩子，他在上朝前都跟你说过了吗？
他回来时先来了我这儿，跪在凤仪殿外请了安。等进了殿，他把这一路上的见闻、谋划，甚至连退路都跟我说全了，这才换了衣服去上朝。这孩子心思藏得够深，原本朕以为他是个急性子，没成想他竟比朕当年还有耐心。他像你，骨子里有股狠劲儿，但也像我。你忘了，当年我在侯府面对沈明玉和那2个人的算计，我也是先摸清楚了所有人的底细，握住了他们命门，才动手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是了，这谋定而后动的性子，倒是得了你的真传。太子殿下，扶桑多山林，若不练就这一身攀岩走壁的本事，上了岛就是乱箭下的活匕子。再来！记住，你们现在不是大周的兵，是走南闯北的海商，去扎根，去结交那些被赶进山里的原住民。大皇子与左大臣决裂，兵力调动已现裂痕。父皇、母后，案子已成网，情报已封册，水师已如箭在弦，1年之期已到。儿臣请求出征。明日便要开拔，现在来见朕，心里可是怕了？不怕。临行前，你母后都跟你交代什么了？母后只吩咐了儿臣一件事：凡事不可急于求成，要先求稳，稳住了阵脚再打。你母后看得很准，红儿，你比朕当年要强。朕当年性子太急，总想着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害了万千将士，也丢了先帝的颜面。可你不急，你这1年的筹备，朕都认为你便强过朕当年100倍。父皇放心，儿臣此去一定把扶桑带回来，交给父皇，交给大周。去吧。太子殿下有令，第1批队建立滩头据点，补给船靠岸，先筑粮仓，后建营寨。瞧见了没？咱们殿下这打法叫步步为营。咱们先占了这滩头，有了源源不断的粮草供着，那上扶桑人便拿咱们没辙。滩头已定，补给已通，传令下去，3军休整，明日起向内陆推进。大周的小太子，滚回你的京城去喝奶吧！冲过去，把他们赶进海里喂鱼。殿下，敌军已入陷阱，打吗？打！前线战败，大军折损过半，恳请皇室速速调派后方精锐增援。慌什么？即刻起兵护驾！后方已经乱了，早前潜入民间的大周上任时为暗兵，早已暗中联络山东原居民，如今各处皆掀起起义。什么？那些山里的野人也敢反？大周太子有令，挣脱苛政压迫，夺回你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世代的苦难奋起！殿下英明，这2年暗兵在后方掐断粮道，原住民山中袭扰，我军主力围而不攻，一城一地逐步蚕食，方才拿下外围7座州县。正面冲杀固然痛快，征就难免杀敌1000，自损800。我要今前朝皇室已经被逼入最后的牢笼，传令下去，合围之事已成，开始收网。大周军队入扶桑，日在定乱收土，而非烧杀劫掠。凡投降者不杀，安分守己之人，皆是大周子。太子殿下，我等本以为改朝换代，劫掠粮草，还帮我们修饰原住民被前朝焚毁的屋舍。咱们派驻的地方官员已经稳超预期，前朝皇室尽失民心，这江山他们守不住。不能降！大周太子不过乳臭未干，我们退守内城死战，必能等到援军。别吵了，别吵了！殿下，合围已成，攻城器械齐备，随时可以强攻。不必强行攻城，只会满城枯骨。告诉城内，这封信估只给3天期限。扶桑余孽，愿献出国息。恳请太子保全满城百姓，护我宗庙香火。从今日起，世间再无扶桑国，此地定为大周扶桑府。大周万岁！即刻派遣官吏接管府衙，开仓放粮，安抚城中百姓。诺。通告内外军民，扶桑归入大周版图，扶桑府即刻起航治理。快看，是太子的红旗，大军回来了！终于回来了。父皇，儿臣幸不辱命，扶桑收回来了。好，好。母后，瘦了，比离京之时清减许多。母后，海上风大，回京之后儿臣再补回来。父皇，诸位大人，扶桑之战历时2年。
世人皆称我大周兵锋所向无敌，可依儿臣之见，取胜根本不在于兵力强弱，而在于扶桑内部。早年朝以一民东渡，抢占肥沃平原，将原住民驱入深山，视其性命基于深重，民不聊草芥。扶桑皇室不思安抚，反倒深陷派系内斗。太子殿下少年英杰，看透战事背后民心得失，实乃大周之幸。扶桑百姓教化未深，前朝旧制根深蒂固，若是只知征战，不去收拢人心，这片土地便是火药桶。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儿臣恳请父皇准许，让儿臣再度前往扶桑，亲自主持善后大局。远景，咱们的孩子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出色。同科取士，红儿，你这是要撼动天下旧礼？老大人，不开科，他们便永远困在前朝旧俗之中，游离于大周教化之外。给他们晋升的路径，读大周的典籍，做大心底归顺，成为大周良子民。老臣以为太子所言极是，诸位文官谈收复疆土，老夫征战一生，最懂收地易，收心难。若是不建府，不开科，不启用本地人才，就算10万大军驻守，扶桑也只是一座死城。不出10年，战火必将再起，难道还要拿将士血肉去填吗？准奏，传朕旨意，封太子袁弘为扶桑安抚使，即日起带朕巡视扶桑，全权处置当地所有善后事宜。儿臣领旨。景哥，先帝心心念念的扶桑，袁弘替你完成了夙愿。这3年殿下极少回京，硬生生将扶桑乱象治理得井井有条。可不是，设府建衙，开科兴学，桩桩件件，殿下皆亲力亲为。听闻殿下走伴扶桑山川，对当地风土人情比许多本地人还要熟浓。父皇，我们袁安都长这么高了，再过几年，哥哥怕是就要抱不动你了。哥哥变黑啦！母后，儿臣回来了。又黑了，也瘦了。海上日扇风吹，又需奔走山野，巡查属地，在所难免。红儿，你做的比朕更好。从前朕一心征战，只想打下疆土，稳固边陲，却未曾深思辟土之后该如何收拢人心，安定一方。而你看得更远，做得更稳。这辈子我绝不任人欺凌，就算是天命，我也要争上一争。母后，好大的，我也想出海游玩，好不好？等你年岁再长一些，通晓事理，安稳懂，就让你哥哥亲自带你去。袁安，看见那艘帅船没有？再过几年，哥哥便带你远赴扶桑，看漫山樱花开遍山野。太好了，坐大船看樱花。明珠，你可还记得先帝驾崩之前曾对着天下玉图连呼3声扶桑？记得，那3声嘱托重如千钧，沉沉压在大周肩头，萦绕多年。从前朕总觉得那3声是悬于心头无处安放的回响，困了朕半生。今日眼见万家烟火安顿，海陆商旅不绝，两地百姓和睦，这份执念终于有了归处。这不是回响，远景，那是什么？这便是答案，是我们给先帝的答复，也是大周海晏和亲、万世太平的最好答卷。